程毅的脸撕开了内娱最不敢聊的真相，天然脸凭什么赢了？所有人都在夸他。但我要说，光夸脸太浅了。各位，最近刷到一个帖子，分析程毅的鼻子，什么鼻梁高挺，鼻头精致，海鸥线流畅，山根起点完美，说的跟医学论文似的，点赞几万。评论区清一色，老天爷追着喂饭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追了程毅好几年的粉丝，我看到这帖子的第一反应不是骄傲，是复杂。因为这事儿表面上是夸一个人的脸，但实际上他戳到了内娱一个最敏感、最没人敢正面聊的话题，天然脸和医美脸之间那条越来越宽的鸿沟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打算做一个程毅颜值鉴赏大会，那个帖子写的已经够详细了，我没必要再复述一遍。我想做的事情是，借着这张脸，把内娱审美这层窗户纸给各位彻底捅破。咱们分4层来说，每一层比上一层深，我保证你看完之后再刷到那些明星生图，眼光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先说第一层，你看到的程毅的脸到底好在哪？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回答过了，但大部分回答都停留在好看这2个字。好看谁都会说，关键是好看在哪个维度？你去翻翻内娱这些年的古偶男主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很多人正面好看，一到侧面就塌了。不是说丑，是立体度不够，镜头一转角度，整张脸就少了一个维度。程毅恰恰相反，这个人的侧颜可能比正面还能打。为什么？说白了就2个字，骨相。骨相这个东西跟皮相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皮相会老，胶原蛋白会流失，皮肤会松弛。20岁和35岁的皮相差距可以非常大，但骨相不会。骨头长成什么样，它就是什么样。35岁的程毅和25岁的程毅，你去对比他的鼻梁线条，几乎一模一样。那个帖子说他鼻子高、挺、直、翘、精致，5个字总结的挺到位。但我想补充一点，最难得的不是这5个字单独存在，而是它们同时存在还不矛盾。你想啊，高和精致本来是冲突的，鼻子越高，往往越容易显得粗犷，越难精致。但他偏偏做到了又高又精致，这不是后天能调出来的比例。这个话题我本来可以再展开说的，但聊到这儿就差不多了，因为光说脸，说到天花板也就这样。接下来才是重点，第2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骨相、妈生脸、天然脸这些词，最近2年突然变成了内娱的流量密码？5年前没人聊这个，那个时候内娱的审美关键词是什么？精致、无死角、少年感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脸上不能有任何一个不够完美的细节，即使要动刀子也得动你。去看2018到2022年那一批出来的新人，男的女的都算上，有多少张脸长得越来越像？下巴越来越尖，鼻子越来越窄，眼睛越来越大，但同时辨识度越来越低。然后问题来了，这些脸放在精修图里确实好看，放在棚拍里也能扛，但你把它们丢到古装剧里，穿上那些需要大光打满、高清镜头对脸的造型，有的就开始顶不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古装剧需要的是经得起镜头反复审视的脸，特别是武侠和正剧，那种长时间的侧颜镜头、大景别远景、日光实景，这些环境下，骨相和皮相的差距就像高考和模考的差距一样，一下子就拉开了。啊，对了，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事，2025年有个讨论特别火，讨论的是为什么内娱古偶的审美在降级。当时很多人拿了一堆新剧的截图出来对比，结论是不是审美降级，是以前那套精修脸的玩法在高清 4K 镜头面前越来越不够用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程毅的脸会在这个时间节点被反复拿出来说，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好看了，他一直长这样，而是行业的技术环境变了，审美标准跟着变了，观众的眼睛也跟着变了。你看他演琉璃的时候，2020年大家夸的是雨丝凤好帅，到莲花楼2023年开始夸古香绝了。
到2025年赴山海一人三角，评论变成了这张脸怎么什么角色都能撑。再到现在2026年，2部待播大剧《英雄志》2经15日预热阶段，路人直接说这就是天然脸的天花板，你看到了吗？不是它在变，是行业在变，评价体系在变。而它恰好是那个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，它不是恰好站在了风口上，是他一开始就没动过自己的脸，所以当风向转过来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用做，自然而然就成了标杆。这部分我觉得很值得琢磨。一个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？有时候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没做什么。程毅没做的那件事，就是坚持不碰自己的脸，在15年后变成了他最大的竞争壁垒。好，到这先停一下。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你这是不是吹过头了？内娱天然脸又不是只有他一个，确实不是。但这恰恰引出了第三层真正的问题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谁的脸好看，而是审美权利到底在谁手里。这话听起来有点大，但你跟着我的思路走一遍，就明白了内娱的审美标准。过去10年是谁在定？表面上是观众，但实际上是资本和平台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艺人能不能拿到好角色，第一关是经纪公司推不推，第二关是制作方认不认，第三关是平台买不买。观众是最后一关，而且很多时候连投票权都没有，你只能在平台给你看的那几张脸里面挑。那问题来了，当经纪公司、制作方、平台这3方都觉得精致小脸才是安全牌的时候，整个行业就会往那个方向卷。你不动刀，行，那你可能连试镜机会都拿不到。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具体数字，但根据我看到的各种信息，大概在2018到2022年这个阶段，内娱新人，特别是走偶像路线的，做过不同程度医美调整的比例，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得多。这不是指责谁，这是行业压力，换谁来面对这种压力都不一定能扛住。但程毅的情况有点特殊，他2011年出道，中戏科班，颜值一直在线，但前9年基本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。不是他不够好看，也不是他不够努力，是他当时的资源配置确实有限。在欢瑞那些年，公司的重心和安排不一定总是最有利于他的。但你去翻他那些年的照片和剧照，有一件事非常明确，这张脸从来没变过，9年不红。换成别人，可能早就在某个焦虑的深夜做了一些调整，但他没有。我追他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种坚持背后的东西。那不是固执，那是对自己的信任。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，因为我没办法替他证明他就是没动过脸。我只能说，从所有可查的影像资料来看，从2011年到2026年，15年，骨骼轮廓的一致性是经得起逐帧对比的。如果有人有不同看法，那是你的判断权，但你至少得拿出同样级别的证据。好，回到审美权利这个话题，过去2年发生了一件很关键的事，观众开始夺回审美话语权。怎么夺的？靠社交媒体，靠生图，靠路透，靠 4K 高清镜头下那些无法 PS 的真实画面。以前，一个演员的形象是经纪公司精修后投放给你的，你看到的是一个被精心管理过的产品。但现在，路人拍的生图，剧宣现场的高清直拍， 4K 屏幕下的每一帧，这些东西骗不了人。当生图抗打变成内娱最硬的通行证的时候，天然骨相的价值就被重新定价了。这不是什么审美轮回，这是信息透明度提高之后的必然结果。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们知道程毅今年初从欢瑞单飞了吧？1月18号，合约到期，没续。这个决定在当时引爆了整个行业，欢瑞股价直接跌了 12%。为什么一个演员的离开能有这么大的冲击？因为程毅在欢瑞的最后几年已经是公司绝对的营收支柱，而他选择单飞的底气是什么？不就是市场对他的认可吗？酷云盛典一个人拿了9项荣誉，2经15日预约破了爱奇艺待播剧历史记录，
Gap 品牌代言人，这些东西不是公司给的，是市场给的。而市场给他的起点，就是那张15年没变过的脸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哈。第4层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跟着我走到了这里，应该已经看出来了。诚意的骨相被夸上热搜这件事，表面是一个粉丝的审美分享，实际上是一个行业信号。什么信号？内娱的审美权利正在从制作端向观众端转移。过去，制作方说观众喜欢小脸大眼，所以选角往那个方向走。但现在观众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说，不，我们喜欢骨相美，我们喜欢有辨识度的脸，我们喜欢生图能打的脸。这个声音大到制作方没办法忽略。你看2025到2026年拿到大项目的男演员，越来越多是被贴上天然脸、骨相好标签的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市场在用脚投票。作为诚意的粉丝，我当然希望这个趋势继续下去。但客观来说，这个趋势对整个行业都是好事。因为当天然变成一种竞争力的时候，新人入行的压力会小一点，至少不用在20岁的时候就面对你要不要去调一下这种选择。而且还没完，有一个更深层的影响，当骨相审美取代皮相审美成为主流的时候，演员的职业寿命逻辑也变了。皮相审美下，演员吃的是青春饭，胶原蛋白流失了，人气就跟着流失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艺人在27、8岁就开始焦虑。但骨相审美下，情况完全不一样。骨头不会老，轮廓不会变。一个骨相好的演员，35岁可能比25岁更有味道，因为脸上的故事感更丰富了。但支撑这些故事感的骨骼框架还在。诚意今年35了，你看他现在的状态，2部大制作待播， Gap 品牌代言，单飞后工作室资本从500万加到800万，还拿了投资权。他的事业曲线不是在下滑，是在上升，这在皮相审美的时代几乎不可能。35岁的古偶男演员，按以前的逻辑应该开始转型了吧，应该开始接年代剧和正剧了吧。但诚意呢？英雄志2经15日，一个比一个大，而且市场的期待值是实打实的数据在说话，不是粉丝自嗨。这就是骨相审美给一个演员带来的最实际的红利，更长的职业窗口期，更稳定的市场价值，更从容的选择空间。读到这里，我差点跳过一个细节，还好又看了一遍。那个原始帖子里有句话其实特别到位，说诚意的鼻子一眼惊艳，越看越绝。这8个字恰好是骨相美的定义，第一眼抓你，然后经得起反复看。而医美脸的问题往往是反过来的，第一眼惊艳，看多了雷同。这不是贬低谁，这是2种审美逻辑的根本区别。所以到底回到最开始的话题，那个帖子夸诚意的鼻子教科书级别，评论区说老天爷追着喂饭。没错，但我觉得老天爷喂饭只是故事的一半，另一半是他接住了。15年、9年不红，行业压力，公司安排不一定总是最优的，各种波折，但他接住了那碗饭。没打碎，没掺假，没换一个碗。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。关于诚意早年在中戏的训练和他对外形管理的个人理念，目前公开信息非常有限。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动脸的行业里，选择不动，需要的不是运气，是判断力。他赌的是什么？赌的是市场终究会回到尊重真实的那一天，而2026年，这一天确实到了。各位，最后我想用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视频。这句话不是诚意说的，不是哪个大导演说的，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整个行业都在往前跑的时候，站住不动需要最大的力气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点东西，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继续聊。最近有很多关于诚意新剧的物料在出来，2经15日和英雄志的分析我已经在准备了，到时候不只是聊脸，还得聊角色，聊市场，聊整个古装剧的格局变化。我们下期见。